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在人间首播6平台霸屏，热度炸裂却口碑2极。在人间开播3集，平均每集6广，热度较高但评价褒贬参半。赵丽颖当家主演的轻松科幻悬疑小剧开张啦！刚首播3集，1小时内在爱奇艺上热度飙到4216，现在热度已经冲到5624了。这部只有8集的小剧，竟然每集一播就能赚6个亿，真是不得不佩服赵丽颖这位流量小生的捞金本事呀！这部内娱首部水仙剧人格自恋式恋爱的质量和好看程度到底如何？观众们对该剧的评价又是怎样的呢？展开说说。这部剧的男主徐天银房演的被确认搞了个多重人格，结果他就跳进了个虚拟世界，开始自我修炼。第1集一开始，徐天坐着他的网约车，满心欢喜地去接他心仪的女神贾小朵赵丽颖市。贾小朵坐了他17回网约车，徐天心里偷偷乐呵，觉得这个姑娘真是个谜。但其实贾小朵不过是他的副人格之一。现在副人格独立建国，和徐天的主人人格开始了爱的战斗。贾小朵还想着把徐天的其他副人格全给灭掉。张一山演的王阳明，名字听着就有点像那位新学的大咖王阳明，看来这小子也是徐天心里的一根哲学小刺儿。孙千扮演的柳条儿，葛正演的铁林，还有周一围饰演的石一本，都是徐天脑海里的小伙伴，跟他一起开荒。贾小朵、王阳明、石一本、柳条儿、铁林这几个家伙就像徐天心里的小99，反映出他那复杂的脑袋瓜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毛病、疼痛、纠结和不知怎么回事的挣扎。这部剧设定在个虚幻的地方，把心理学问题和轻松的科幻故事混搭起来，把男主角的副人格弄成一个个跟真人似的角色，让观众能更直观地体会到他心里的那一团乱麻和痛苦。请点击。这剧里赵丽颖的演技呢，我只能说还凑合，真没让我瞧出啥惊天动地的。她有些细节做得挺666的，但有些地方就差点意思。她的台词功夫真是不咋地，听了让人感觉冷冰冰的，没啥劲儿。董子健那段表演真是让我顿时觉得他像个新宝贝。银坊这小子真不错，瞧那徐天在虚虚实实之间搞得一头雾水，估计观众们也都觉得脑袋嗡嗡的了。这剧里的特效简直牛逼的不行，火车飞来飞去，时间像搅拌机一样转，城市像纸壳箱一样垮掉，简直跟大片一样。我用平板瞅着，感觉真是对不起那一堆炫酷的特效呀。听说这段特效场面每秒的烧掉18万块钱，真是导演和制片人拼了老命啊。雨夜那会儿搞得雾蒙蒙的，就像放了个魔法，心里头一阵朦朦胧胧，又有点伤感。看完3集，感觉在人间还比较吸引我，会继续追剧。这种先锋式的剧要是给观众挑了，喜欢的就像入了迷，没兴趣的干脆1秒都不想停留，直呼看不懂，简直是在磨叽。我浏览了一下网上的评论，感觉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，评价分得可开了，赞的和骂的都有。有的人说这个剧的智商考验简直跟《盗梦空间》不相上下，有的人则觉得剧情乱得像一锅煮乱了的面条，主角们的演技也真是叫人无脸。有个已经把这部剧看了个透的圈内人士，特别想让大家有点耐性，继续捋下去，因为到了第5集关键的地方，故事才会开始疯狂，之前的剧情都是在埋线和铺路呢。大家伙儿都瞧着这剧了吧？片头那字幕里写着，在人间的老大编剧和导演全都是徐冰这小子。徐冰这家伙写的戏里，主角总是叫徐天，这让观众们纷纷表示，一看到这名字就知道肯定是个人气爆棚的角色。因为付辛博、张嘉译、张鲁一、董子健还有银坊都曾经演过这位徐天大哥。说实话，这部国内首部水仙剧，我觉得80%就是徐天自个儿在编，看看他作品里的人物一个个都叫徐天，导演徐冰简直是自恋到了极点，哈哈。
我们每个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自恋倾向，每个人的身体里也都存在着多种人格倾向，只不过有的人明显，有的人不明显罢了。在人间通过不同角色的视角，想告诉咱们如今城市里的人活得有多憋屈，心里有多乱，大家都会在故事里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。话不多说，继续追剧。最后想说一句，不管这部剧成不成功，质量如何，至少导演愿意去尝试这样一个创新冒险的题材，愿意给国产剧增添一点新鲜感和探索感，仅仅这点也值得一个表扬。要不然市场上就满是一堆流水线生产的古装剧和现代剧，还全是那些狗血的让人想打瞌睡的家庭剧情，观众看了简直憋屈的跟吃了苍蝇似的。当然可以，以下是关于赵丽颖在人间首播6平台霸屏，热度炸裂却口碑2极。这一话题的详细讨论与结尾，总字数约为2000字，无分段标题。赵丽颖的新剧在人间在首播日便同时登陆6大主流播出平台，毫无疑问成为了5月影视市场中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。从播放数据和热搜趋势来看，这部剧的确交出了一个漂亮的热度答卷。无论是微博话题指数、抖音短视频播放量，还是各大平台的剧集热度排行榜，在人间几乎实现了霸榜级别的存在。尤其是赵丽颖个人的影响力，她的粉发造型、人物情绪表达、剧情突破等相关内容都数次引发网友热议，可谓一举掀起了一场全民追剧的风暴。然而，热度之外，在人间的口碑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。从观众评论区和社交媒体的反馈来看，虽然有一部分观众为赵丽颖的演技和人物塑造鼓掌，但也有不少声音对剧情节奏、剪辑风格甚至是演员配比提出质疑。一些粉丝认为剧本的结构略显凌乱，情感铺陈不够细腻，特别是涉及脑内人格设定与现实故事的转换切换，虽然新颖，但对一般观众而言门槛偏高。更有资深剧迷指出，剧中某些桥段存在刻意炫技的嫌疑，打破了叙事的沉浸感。与此同时，赵丽颖在这部剧中的表演也成为了焦点。有人称赞她在不同情绪层面上的爆发力，无论是崩溃、歇斯底里还是理智克制的表情管理，都精准拿捏角色心理变化，展现出她多年累积的演技实力。然而，也有人认为她的表演过于用力，略显舞台感，缺乏生活化的自然流动感。尤其在剧情设定较为抽象的情况下，演员的真实感成为观众情感投射的关键，因此部分人对赵丽颖的表现褒贬不一。当然，单就赵丽颖个人而言，这次的挑战是一次极具突破性的尝试。从曾经的古偶花旦到如今尝试心理悬疑、现实题材融合的高难度角色，她正在不断打破外界对她的固有印象。可以说，在人间不仅仅是她的一部作品，更是一场演员转型的自我革新战。她敢于放下滤镜，不靠美貌取胜，正视人性阴暗与复杂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职业勇气与自我挑战。再从市场角度来看，在人间的同时上线6大平台，意味着制片方对作品的市场接受度有极强的信心，也是一种对赵丽颖个人号召力的肯定。但这种高密度曝光也存在副作用，观众审美疲劳，平台间热度竞争压力加大，讨论声量过高，导致口碑起伏剧烈。当作品一夜之间铺天盖地出现，观众的评判标准也更趋于苛刻和理性。于是，一方面是热度持续升温，另一方面却是评价陷入拉锯战，褒贬不一，几乎成为每一部流量大剧的宿命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，在人间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偶像剧，而是夹杂了心理创伤、自我救赎与都市孤独感等多种深层议题的剧作。这意味着，它既想满足娱乐消费，又意图表达现实关怀，其目标受众也因此出现分裂。年轻群体偏好爽感叙事与高能反转，中年观众更倾向于情节扎实、情感共鸣，结果就是剧方难以一碗水端平，而观众评价出现极端化也就在所难免。
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人间目前已然成为话题之作，不论是从流量层面还是公共讨论维度。赵丽颖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在经历多重心理挑战后不断成长，也隐喻了她个人在演艺道路上的奋进过程。对于粉丝而言，这是一种荣耀感的升华；而对于路人观众而言，这部剧更像是对赵丽颖演技的一次重新认识与检阅。在此，也想借这篇讨论向广大观众发出一点诚挚的呼吁：影视作品终究是创作者多年心血的呈现，每一个角色背后都有无数工作人员的努力与汗水。当我们以观众视角参与其中时，不妨放下过高预期，也不必因为情节细节而全盘否定。特别是像《在人间》这样尝试破圈与创新的作品，更应给予它一些时间与宽容。剧集的价值不只在热度，也在其激发思考的能力。而赵丽颖作为一名走过10数年演艺之路的女演员，从花千骨到知否，从幸福到万家到如今的《在人间》，每一步都在进化，每一次尝试都值得尊重。或许她不是完美的，但她一定是真诚的，也是真正愿意为了角色拼尽全力的演员。未来的《在人间》会怎样发展？剧情是否会逐步填平争议的鸿沟？赵丽颖是否能用角色反转质疑？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拭目以待。希望观众能带着理性与善意观看，也希望这部剧最终不仅能赢得数据，更能收获口碑。愿每一位为了角色不断前行的演员都不被辜负，愿每一部勇于创新的剧作都被温柔以待。才华炸裂，王一博每一个惊艳瞬间都是心动的极致绽放。在繁星点点的娱乐圈，王一博如同一颗璀璨夺目的恒星，以其独特的才华照亮了我的世界。那些被他才华惊艳的瞬间，如同一幅幅绚丽的画卷，在我心中缓缓展开。初次邂逅王一博，是在一档热闹非凡的综艺节目中，他以一袭华丽的舞艺，轻盈地跃入我的视野。那流畅的舞步，精准的节拍，仿佛与音乐融为一体，展现出他对舞蹈的热爱与执着。那一刻，我仿佛被他的才华所震撼，看到了一个为舞台而生的灵魂，在光影交错中熠熠生辉。然而，王一博的才华并不仅限于舞蹈。随着对他的深入了解，我发现他还是一位演技出众的演员。无论是古装剧中的温文尔雅，还是现代剧中的酷帅不羁，他都能游刃有余地驾驭，将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。他的演技自然流畅，情感真挚动人，让我仿佛置身于剧情之中，与他共同感受每一个情感的波澜。更令我惊叹的是，王一博还拥有一副清澈动听的歌喉，他的歌声宛如天籁之音，能够穿透心灵的壁垒，触动人心最柔软的部分。每当他站在舞台上，手握麦克风，那深情的演唱总能让我陶醉其中，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之倾倒。王一博的才华是多方面的，无论是舞蹈、演技还是音乐，他都展现出了超凡脱俗的天赋和实力。他的每一个惊艳瞬间都让我心动不已，也让我更加期待他未来在舞台上绽放出的更加绚丽的光彩。在当今娱乐圈，王一博的名字早已不只是流量的代表，而逐渐成为才华与努力的代名词。从偶像出道到横跨歌舞、演戏、赛车等多个领域的多期发展，他每一次出现都能掀起热议，每一个表现都在刷新人们对他的认知。他不再只是那个帅气的少年，而是一个在舞台上、镜头中、人生旅程里不断突破自我的全能艺人。而在他的成长轨迹中，那些被记录下的惊艳瞬间，不仅见证了他的才华炸裂，更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。回望最初，许多人认识王一博是在舞台之上。作为 UNIQ 成员出道的他，拥有令人惊叹的舞蹈实力。每一次舞台表演，他的动作都干净利落，节奏精准，力度到位，极具爆发力。那种力量与美感并存的肢体表达，不仅是对舞台艺术的尊重，更是他多年训练积累的结晶。粉丝常说，他是那个用脚尖燃烧整个舞台的人，这句话并非夸张。
而是亲眼所见的真实写照。正是这样的热爱和敬业，让他在一众偶像中脱颖而出，成为舞台上令人无法忽视的存在。除了舞蹈，王一博的音乐天赋同样不容小觑。他对说唱的节奏掌控，对旋律的演绎，对歌词情感的拿捏，在一次次作品中得以体现。从无感到念，他的音乐风格日趋成熟，不断尝试融合电子、摇滚、嘻哈等元素，呈现出独特的个人风格。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作型歌手，但他在作品中所展现出的思考、态度和表达方式，却完全不输任何一位音乐人。他用音乐说话，用旋律表达世界观，这份才情是内敛却强大的存在。转战影视圈之后，王一博用一部《陈情令》打开了演员之路的大门。蓝忘机这个角色外冷内热，寡言深情，需要极强的情绪控制力。王一博出色演绎，便能将角色的复杂情感层次演绎得如此克制而动人，这并非偶然，而是他在背后所付出努力的必然结果。从那之后，他不断挑战自己，《冰浴火风起》《洛阳无名》《热烈》等作品中，皆可见其演技日渐成熟，角色类型日益多元。他不怕吃苦，不躲挑战，也不重复自己。每一个角色都承载着他对表演的敬畏与探索，也一次次让观众在大荧幕、小荧幕前被经验所打动。而让人尤为动容的是王一博在生活中的闪光点。作为赛车手，他不畏危险，挑战极限；作为公众人物，他低调踏实，以身作则；作为青年榜样，他投身公益，传递正能量。他不会轻易对外表露情绪，却在一次次实际行动中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热血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做出来的。他的拼劲与坚持，在年轻人心中激起了无数共鸣。他不声张，却始终在用力地活着，拼着。这份沉默的努力，如夜空中最耀眼的星辰，令人肃然起敬。或许，王一博最动人的地方，正是在于他对梦想的执着。他从不张扬自己的成就，但每一个成就背后都有无数日夜的坚持和汗水。他对待每一次工作都像是战斗，不放松，不将就，不敷衍。他深知，真正的才华不是天赋异禀，而是日积月累的专注与坚持。他用行动告诉我们，经验不是偶然，而是长期积累后的一种自然绽放。当我们看见他在舞台上舞动的身影，在荧幕上沉浸角色的神情，在赛车场上全神贯注的眼神，都会在某一刻被深深打动。那种心动，不是因为他的外貌，而是他从内而外散发出的能量与信念。就像一束光，穿越层层阴霾，照进你心底最柔软的角落。你会发现，原来努力是可以被看见的，才华是可以传递温度的。而这些动人的时刻，不只属于王一博，也属于每一个在追光路上努力奔跑的你我。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，无论你选择哪条路，只要全力以赴，不断挑战，永不言弃，总有一天，你也能站在你热爱的领域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。亲爱的读者，如果你正在迷茫、困惑，感到力不从心，那么请看看王一博，看看那个曾经被质疑、不被看好的男孩是如何用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。看看那个用实际行动回应质疑、用沉默成就非凡的他，是如何在千万目光中坚持真实的自我。他不是完美的神话，而是努力的现实。他做到了，我们也可以。愿你在他的故事里获得力量，在他的坚持中找到方向。愿你相信，心动的绽放从来都不是别人的专属，它也属于你。只要你愿意全力以赴，那个最惊艳的自己终将被世界看见。王一博用才华点燃了观众的每一秒热情，而你也能用梦想照亮自己的每一个未来时刻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